1斤等于 0.5 公斤。你有没有想过，斤是我国用了上千年的传统单位，为什么恰好是国际单位的1/2呢？这是东西方古人智慧的巧合碰撞，还是另有玄机？这里是知识 TNT。 相传最初斤的单位出自夏朝，实际上源自一把斧子的重量，随后这一标准逐渐被人们采用，作为衡量物品重量的基准。到了商周时期，市斤开始广泛应用，自周代开始，中国便采用了斤、两、钱、分等重量单位。这些单位在官方文献中常被称为司马斤、司马两等，与之相匹的称重工具也称作司马秤。古代中国的官制中有一官职名为司马，其主要职责虽为军事管理，但由于粮草的管理对精确称重有着极高要求，司马这一官职就与重量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司马斤恰好等于16司马两，这一规定构成了司马平制标识的基石，为古代中国的度量衡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了秦汉时期，中国正式确立了16两为1斤的度量衡制度。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对度量衡进行了标准化改革，规定了1斤的重量约为 258.24 克，这是基于当时度量衡制度中1斤包含16两，而每两又包含24铢的换算关系。因此秦朝时期的1斤相当于现在计量标准的 0.516 斤。进入明清时代，度量衡的工具和技术得到了逐步改进，并最终稳定在600克。据大清会典的规定，清朝的1斤同样被划分为16两，但每两的重量调整为约 37.25 克，因此1斤的总重量就是596克。因此清朝的1斤比现代的1斤要重。这一标准在清朝的多个世纪里被广泛使用，直到清朝末年。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国际度量衡标准开始传入中国，对当时的商业交易带来了诸多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在度量衡标准上存在差异，给双方的贸易往来带来了诸多不便。直到1908年的改革中，1斤才被重新订立为约 596.82 克。1915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度量衡法，其初衷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度量衡标准的统一。法规中明确规定了1斤等于500克即半公斤，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而设立的前瞻性规定。这次改革使得中国的度量衡系统与当时主要贸易伙伴的标准接近，极大地便利了双方的贸易往来。然而这一规定并未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全面实施，由于历史习惯和地区差异的存在，标准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为什么1斤恰好等于500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强制推广和法律法规的支持，使得1斤等于500克的标准在全国真正落实。公斤这一单位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斤被定义为在4摄氏度时1立方米纯水的质量。这一定义是基于水的物理性质，特别是水在4摄氏度时密度最大，质量稳定且易于测量。因此，公斤在物理学上被视为一个非常标准和可靠的单位。如今，公斤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质量单位，广泛应用于贸易、工程、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1889年第一届国际度量衡大会通过了以铂1合金制作的国际公斤原器，其中 90% 为铂， 10% 为铱。这种合金的选用充分体现了其卓越的品质和精度。国际公斤原器的定义和标准化工作堪称杰作，确保了全球各地在贸易和科技合作中能够拥有一致和可比的度量衡标准。1959年，中国再次对度量衡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将1斤调整为10两，从而确保1市斤恰好等于500克即半公斤。在新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广下，中国历经数千年传承的度量衡标准终于与国际标准成功接轨。这一变革不仅守护了斤这一传统文化符号的价值，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精密的仪器让计量变得前所未有的准确。无论是制造业中的原材料检测，还是成品的质量检测，都离不开这些精密的电子秤。现代电子秤精度能达到 0.01 克，测量结果极为精准。在工厂里，这些高精度的测量工具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度量衡单位的标准化也为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
无论是市场上的食品还是药材，都以500克为单位进行销售，使得我们比较价格变得轻而易举。比如超市中的大米、面粉等商品，他们通过以500克或其倍数的形式包装和出售，我们才能够更精准地计量和购买所需商品。在国际贸易和科技合作中，如果重量单位不统一，就会带来诸多不便。中国的斤两单位用了几千年，已经习惯了，为什么非得和国际接轨呢？坚持我们自己的传统计量单位也没有哪里不方便啊，这是否算是崇洋媚外？像国际空间站这样的科技合作项目，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需要紧密合作。然而，由于各国可能采用不同的度量单位，如美国使用英制，中国沿用传统的度量体系，而俄国则采用公制，这就会导致在工程设计、材料选择和实验数据分析等方面出现误解和沟通障碍。在国际空间站中，科学家们必须保持所有数据和测量结果在国际间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如果需要进行额外的转换和标准化工作，无疑增加了项目管理和科研的成本。这种单位不统一的问题会给国际合作带来不少挑战。当我们向欧盟出口商品时，采用标准的500克为单位，可以显著减少计量误差，从而提高交易效率。中国向欧盟出口的食品和农产品，如茶叶、干果、鱼类等，都能直接按照500克的标准进行包装和标识。这一做法使得国内生产包装环节就能满足欧盟的进口标准，避免重新包装和处理的繁琐步骤。同样，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电子产品、轻工制造品，如手机、家电、服装等，在采用500克作为标准单位后，也带来了贸易结算上的便利。计量误差和纠纷的减少，使欧盟的进口商更容易理解和比较不同供应商的产品规格、价格，进一步促进了双方贸易的顺利进行。中国传统的斤这一计量单位承载了异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经过演变，最终与国际标准接轨。现在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贸易，这个斤都能轻松应对，方便换算成国际单位，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和便利。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